揭秘自然界的神奇物种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大家好，我是怪博士，今天带大家聊聊自然界的神奇物种，绝对让你一饱眼福，堪称生物界的水神和火神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一揭秘。水神涉水鱼，又叫高射炮鱼、喷水鱼，体长约20厘米左右，是一种小型的观赏鱼类，体型接近卵形，眼睛和嘴巴比较大，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都有分布，能从口中射出水滴，涉猎水面悬垂植物上的昆虫为食。大家都知道，鱼喷水没什么奇怪的，但是这种鱼能把水射到300厘米高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我打个比方，美国铅球名将兰迪·巴恩斯身高为194厘米。在1990年，他创造了23.12米的世界纪录。涉水鱼体长20厘米，能把水射到300厘米高。涉水鱼比兰迪·巴恩斯还厉害。涉水鱼是自然界的神射手，在水里游动时，不仅能看到水面的东西，还能察觉空中的物体。一旦有捕食对象，便偷偷游进目标，先行瞄准，然后从口中喷出一股水柱，将昆虫打落水中。涉水鱼这种本领全靠它的一张嘴，它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的一个特殊型凹槽，形成管道，就像玩具水枪的枪管一样。当鳃盖突然合上的时候，一道强劲的水柱就会沿着管道被推向前方，这时舌尖起到了活阀的作用，使涉水鱼朝着正确的方向喷射水柱。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，涉水鱼还会一试再试，它们可以连续发射几道水柱，然后再补充弹药，像苍蝇、蜜蜂、蝴蝶之类的小昆虫都是它的囊中之物。火神喷火鱼体长20厘米左右，广泛分布在大西洋的热带海域和印度洋。网络上报道说，喷火鱼可以喷出3米长的火焰，说是因为它们主要以磷虾为食，因此体内有大量的磷元素。当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会将这些磷元素急速喷出。因为水中也含有氧气，这些磷在水中与氧气结合燃烧，就形成了一束束绿色的火焰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其实这些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。这种鱼的确会吐出一种发光的东西，看上去真的像火一样，然而吐出的却并不是磷，而是一种很小的海洋甲壳类生物介形虫。介形虫体内可以产生含有荧光素的东西，而且能产生一种可以激发荧光素发光的酶。这两种东西一混合，就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，从而发出一种淡蓝色的冷光，看上去就像蓝色火焰一样。喷火鱼很喜欢吃介形虫，如果它们在晚上把虫子吞下，介形虫遇到危险就会激发荧光素发光，这样蓝光就能将喷火鱼的身体照得透亮。结果喷火鱼就很容易被天敌发现，当喷火鱼感知到危险的时候，它就会把介形虫从肚子里吐出来，这个时候的介形虫又受到刺激，于是再次发光。所以所谓的喷火鱼并不是在喷火，而是在喷出一种会发光的小虫子。由于这种虫子会发光，所以看上去喷火鱼是在喷火。屁王屁部甲是鞘翅目部甲科中的一类特殊昆虫，它们喜欢隐藏在砖石瓦块下或杂草丛中，以捕食其他小型节肢动物为生。屁部甲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学防御系统。这种甲虫很危险，用小木棒触碰它，它的屁股就会喷出烟雾来。如果手指不小心触碰了它，一股烟雾会喷向你的手指，瞬间你的手指发黄，好像被烟头烫了，让人疼痛难忍。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分布，以粘虫幼虫、道明灵幼虫、叶蝉等为食。屁部甲遇见敌害时，尾部发出爆响，喷射出具有恶臭的高温液体炮弹，同时产生黄色的烟雾和毒气，以迷惑、刺激和惊吓敌害。它们可以喷出近100摄氏度的高温液体，对于大的捕食者，被喷到绝对不是一个愉快的体验。对于蚂蚁一样体型的敌人，结果可能就是当场毙命。那么屁部甲是如何放屁呢？这种昆虫放的屁跟我们人不一样，形象的说呀，它有专门的武器库，而且有2间，每一间屋子里存放一种弹药，使用时现场调配，一种是对苯二酚，另一种是过氧化氢，也就是双氧水，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生成对苯醌。在遇到敌人时，屁部甲会喷出对苯醌，在一瞬间产生高热。对苯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化学臭味，常人对这个味道难以忍受，其射程高达体长100倍以上，故又称炮虫。美国科学家们将这一发现应用到了军事领域中，研制出了先进的2元化武器。还有巨丑无比的水滴鱼、会放电的鱼电鳗，它们都是自然界的神奇物种。大自然的进化练就了它们各自的本领。那么你还知道哪些神奇物种呢？关注怪博士，把你知道的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下期见。